瞄一下为您呈现糖尿病健康可以吃的晚上食物。晚上是身体开始休息的时刻，身体的活动量和代谢率也会随之下降，因此晚上不应该吃得过于丰盛，否则会增加身体的负担，从而引起各种健康问题，如肠胃不适、入睡困难、血糖起伏等等。其实晚上不一定要吃饭，除了饭，您还有其他选择。在今天的视频，我将会分享糖尿病健康可以吃的晚上食物。视频将带糖友了解一些高饱腹感，同时又易于消化的主食，希望能帮助您减轻身体负担和做好血糖控制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人的活动量会在晚上减少，消耗能量的能力也会下降，所以我们应该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。藜麦是易于消化的主食，晚上吃藜麦不会给肠胃和身体造成负担。藜麦 quinoa 是可以代替米饭的可食用种子，晚上吃藜麦是非常健康的选择，因为它高蛋白、高纤维和低升糖。每100克藜麦含有 4.4 克蛋白和 2.8 克纤维，而升糖指数只有53，这说明藜麦有促进消化和保持血糖平稳的作用。其实，人的细胞就像是树上的叶子，它会随年龄而老化和凋亡。细胞老化 （cellular aging） 不但会影响皮肤，也会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，您可能会经常生病或反复感染。藜麦是可以减缓细胞老化的食物，因为藜麦中的蛋白属于植物蛋白，这些蛋白又蕴含了9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，一些能更新和修复人体细胞的物质。因此，晚上吃藜麦可以帮助身体恢复活力，减缓细胞衰老，并增强免疫功能。大家知道吗？一般的市售藜麦都富含草酸盐，这种物质会跟尿液中的矿物质结合，并引起钙结石 （calcium stones）， 它是一种最常见的肾结石。其实，我们可以通过清洗和浸泡的步骤去减少藜麦中的草酸盐。您可以借助筛子，以流动清水去冲洗藜麦，加入少许盐，用手反复搓洗藜麦几遍，将有助于减少草酸盐和灰尘杂质。然后再次以流动清水冲洗片刻就好了。藜麦本身略带苦味，不过您可以将藜麦泡在水里10分钟左右，这将有助于减少它的苦味。最后，把藜麦沥干水分，铺平在容器，用大火蒸20分钟，藜麦就可以上桌了。这样煮的藜麦不会太苦，口感不会太软绵，草酸盐含量也比较少，能让糖友吃得更安心和健康。如果您患有糖尿病，晚上可以以藜麦代替米饭，建议将藜麦的分量维持在1个拳头左右，搭着蔬菜和蛋白一起吃，将能帮助您做好血糖控制。如果晚上不想吃饭，南瓜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南瓜也叫金瓜、麦瓜、金冬瓜等等，它有圆圆扁扁的外形，它的果肉金黄亮丽，而且味道芳香，有绵密的口感，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平民蔬菜。然而，南瓜是淀粉含量高的食物，它适合糖尿病的朋友吗？如何吃南瓜才能避免踩雷呢？瞄一下是一个分享健康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每星期都会送上最新的健康分享。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可以点赞或者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实话实说，南瓜是淀粉含量高的食物，而且它的升糖指数超过70，如果一次过吃太多，恐怕会引起大幅度的血糖波动。然而，糖尿病的朋友不必过于担心，因为南瓜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好处。南瓜是营养丰富的食物，晚上吃南瓜是非常健康的选择，因为它低热量和零脂肪，而且又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。每120克南瓜有50大卡热量、3克纤维和2克蛋白，这说明南瓜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，反而有助于促进消化和减轻体重。不少动物研究发现，南瓜有降血糖的功效，因为它富含植物多糖 polysaccharides， 它是一种长链聚合碳水化合物，它比短链碳水化合物更健康，
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消化时间，能带来更好的饱腹感和能量，从而减慢餐后血糖上升。南瓜中的植物多糖也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，包括抗氧化、抗肥胖和抗糖尿病的特征。将南瓜加入晚餐，将有助于增强胰岛素的敏感度，调节脂质代谢和分布，从而起到降血糖和降血脂的作用。如果你有面对水肿问题 edema， 南瓜也是很好的消水肿食物，因为南瓜是一种高钾食物，每100克南瓜含有340毫克钾。这种矿物质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，从而改善体内的液体平衡，放松血管，减轻肿胀，并降低血压水平。南瓜也富含革根素 purein， 一种存在于植物的抗氧化剂，它可以去除细胞中的氧化自由基，减轻氧化应激反应，从而起到保护血管和改善神经功能的作用。夜盲症、青光眼和黄斑变性是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，这些眼部疾病可能会造成失明，从而影响身心健康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南瓜是可以保护眼睛的食物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远离眼部疾病，因为南瓜是维他命 A、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主要来源，这些都是强大的抗氧化剂，可以同时改善视力和缓解眼睛疲劳，从而降低患夜盲症、青光眼和黄斑变性的风险。南瓜固然是很健康的食物，但是患有高血糖、高胆固醇或糖尿病的朋友，应该如何吃南瓜呢？每次又应该吃多少呢？在我继续今天的影片前，推荐大家收看我们的另一个视频，糖尿病健康不可能多吃的食物。视频将带您了解3种糖尿病不宜多吃的食物，如果多吃又会引起哪些后果。现在我们继续收看今天的视频吧。南瓜是营养价值高的食物，但如何烹煮也非常关键。南瓜甜品是糖友要尽量少吃或避免的南瓜食品，因为它高碳水、高糖分、高脂肪、高热量和高升糖。这样吃南瓜除了会造成高血糖，还会引起体重增加，提高炎症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。南瓜羹也是家喻户晓的南瓜料理，它是以大量南瓜泥熬煮而成的浓汤。虽然它喝起来不算太甜，但却潜藏着各种添加剂，包括牛奶、奶油、糖、盐等等，同时吃下只会摄入更多碳水、糖分、脂肪和热量，进而导致餐后血糖快速上升和暴跌。大家知道吗？南瓜最好要带皮吃，因为南瓜皮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它是一种能促进肠胃蠕动并保持血糖平稳的营养素。您可以用水将南瓜皮打湿，然后用一些盐搓洗南瓜表皮，再以流动清水冲洗一遍，南瓜皮就会变得干净卫生。如果想要控制血糖、消除水肿、减轻体重或降胆固醇，不妨试试蒸南瓜，它简单、快速和健康。切南瓜前，记得先用布擦干南瓜表面的水分，刀也不能沾到水，因为沾到水的南瓜不但划手，还很容易坏。用刀轻轻往下切，先把南瓜剥开。切好的南瓜不可能一次过吃完，您可以先用保鲜膜把一部分包起来，然后送入冰箱冷藏。至于剩下的南瓜，我们可以用来做蒸南瓜。先用一个勺子把瓜瓤慢慢掏干净，记得要保留皮的部分，把南瓜切成小片。最后，我们把所有切好的南瓜蒸熟，蒸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如果蒸南瓜的分量有点多，那就把它收在盒子和冷藏存放，可以当隔天的主食。如果您想要更好的控制分量，建议将南瓜维持在1个拳头的分量，同时请搭配2个拳头的非淀粉类蔬菜和1个拳头的蛋白质。晚上这样吃，能让饮食更均衡，又可以瘦身和保持血糖平稳。大家真的要记住哦。玉米也是可以代替米饭的主食，它低热量、低脂肪和低升糖，含有纤维和蛋白。每100克玉米只有96大卡热量，2.4克纤维和3.4克蛋白，它的升糖指数只有52，所以
晚上吃玉米将有助于减轻身体负担。大家知道吗？人的大脑会产生一种叫褪黑色素 melatonin 的激素，有些人叫它睡眠激素。这种激素主要负责调节身体的昼夜节律，从而帮助我们进入睡眠。晚上吃玉米会更容易入睡，也会睡得更好，因为玉米是富含天然褪黑色素的食物，它可以提高血清褪黑色素的浓度，从而减少入睡时间，并改善睡眠质量。玉米中的天然褪黑色素不光是改善睡眠的激素，它也具有多种生物活性，如抗炎、抗氧化、抗肥胖、抗衰老等特质，从而起到减少炎症、修复神经、改善情绪等等。玉米也是无麸质 gluten-free 的食物，因为它所富含的蛋白是一种植物蛋白，它是一种非常安全和健康的蛋白质，不会对任何人造成过敏或不适，包括患有乳糜泻 celiac disease 的朋友。晚上吃玉米也能缓解便秘，因为它也富含不溶性纤维，一种人体无法消化的纤维，它可以改善肠道菌群平衡，清除肠道中的废物，从而发挥缓解便秘的功效。如果您患有糖尿病，可以试试晚上吃玉米，将玉米分量维持在1个拳头左右，搭着蔬菜和蛋白一起吃，一定可以帮助您做好血糖控制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，糖尿病健康可以吃的晚上食物包括藜麦、南瓜和玉米，这些食物有益于消化和高饱腹感的特质，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，是糖友可以代替米饭的主食选择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视频已来到了尾声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也祝福大家生活愉快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可以在视频下方购买超级感谢，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最后，也希望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和打开小铃铛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，再见。还有，我还有另外2个视频要推荐给你，现在就立刻点进去收看吧。